为什么成功一靠近你，你就开始自毁？为什么你始终在跟烂人烂事做纠缠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的人生上限不是由你的欲望决定的，而是由你允许自己多幸福决定的？很多人他一靠近成功就开始自毁，这种模式呢，常常是来自我们这些普通家庭当中所谓的家庭教育啊，很经常说的那些话，我们把这些话内化了。比如说，不要太出风头，好东西不能都让你一个人给占了，甘蔗没有两头甜，你凭什么比别人好？女孩子呀，不要太贪心，不要太张扬，女孩子用不着太成功。所以呢，你想成为的那个新版本的你，会挑战你从小到大内化了的身份认同。你已经内化了，我是不够好的，我是要努力才能被爱的，我是不值得被优待的，我是要牺牲自己才有价值的。所以呢，当一个跟这些认同相悖的现实出现的时候，你的系统就会启动自毁程序，把你拉回到安全的旧轨道上。所以这就是最诡异也最普遍的现象，越接近想要的越容易崩盘。就比如很重要的面试，前一天晚上失眠或者生病，关系稳定之后呢，你突然想要开始作妖或者冷战，项目快成功的时候呢，突然开始犯低级错误，存款快到目标的时候，突然开始挨意外的花销，这都不是运气不好，而是你遇到了心理上的天花板效应。当你逼近了你自己内在允许的上限的时候呢，你的潜意识它就开始感到巨大的不适。这种不适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，而是因为你即将成为了一个不被允许的版本。所以你的潜意识开始启动保护机制，制造冲突，引发焦虑，触发旧模式，或者让你做出自毁的选择。目的其实只有一个，就是把你拉回安全的旧版本。因为在潜意识看来呢，这个旧版本虽然不快乐，但至少是熟悉的，是被允许的，是安全的，而且也是可控的。所以呢，很多人啊，他以为我足够渴望，我足够相信，我想要的那个未来就一定会来。你没有发现，你的潜意识里面其实是有一道隐形的门槛的，就是你对你自己允许的上限。这个门槛它就是一个系统，这个系统决定了什么样的好事儿是你认为可以发生在你身上的，而什么样的好事儿又会触发你的内在警报，这不对劲儿，这不该轮到我。所以说呢，你嘴巴上虽然说着我已经是富足的、被爱的、成功的，但是你的身体和情绪还有你的下意识的反应，其实都做出了一些另外的版本的选择。比如说有人请你吃饭，你立刻想要 AA 制，或者下次赶紧请回来。有人夸你，你立马就开始没有，我还差得远呢。或者是你的存款稍微多了一点，你就开始莫名其妙的花掉啦，或者是开始遇到意外支出啦。还有就是你的亲密关系开始顺利了，你就开始挑刺儿啊、找茬呀、制造距离呀、冷战之类的。这些都不是巧合，而是你的内在系统它在维持一个很隐蔽的平衡点，就是你自己允许你自己所拥有的上限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他只能显化别人的好运，但是显化不了他自己的。我见过很多这样的同学，就是他们可以真心的为朋友的升职呀、恋爱呀、暴富呀感到开心，甚至呢去帮朋友策划呀、出主意啊、当军师。但是呢，一旦同样的类似的机会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，他们的第一反应都是：这能是真的吗？我能 hold 住吗？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代价？当然了，仔细和谨慎肯定是没有错的，但是呢，我们要意识到这样的同学他的内在系统当中，他认为好事可以发生，但是不能发生在我身上。你有没有发现他有一个隐蔽的这样的想法？这就是允许度的差异。他们是允许别人配得上，但是不允许自己配得上。他们也允许这个世界是丰盛的，他也知道这个世界是丰盛的，但是他不允许这份丰盛流向他自己。这样的同学，他们潜意识当中是有一套生存逻辑的，就是我可以在及格线上，我不要太差，但是我也不能太好。就是我可以有一点，但我不能有太多，我可以被看见，但是我不能太耀眼，这就是允许的上限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一条视频希望大家明白，就是你的配得感比你的渴望感更重要。我想要是敌不过我不配这样的一个枷锁的。很多人他的方向是走跑偏的，他拼命的增强自己的渴望，放大自己的欲望。比如说有的人他做了 vision board， 他一天看100遍，有的人写肯定语，念肯定语，念到他自己都麻木了。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个深层的问题啊，就是你的系统允不允许这个新版本的自己存在。
渴望是意识层面的，但是允许是你的潜意识层面的。当两者产生冲突的时候，潜意识永远都是赢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同学他越想搞好一段关系，越容易吸引渣男或者搞砸好对象；有的同学越想要钱，他越容易遇到破财或者是存不住这样的情况；有的同学他越想要成功，他越容易在关键时刻自我毁灭。其实不是因为你不够努力，更不是宇宙不眷顾你，而是说你的这个内在系统它不允许一个太好的你存在。所以我们来讲一下如何去扩大你的允许度。第一步，首先承认你的上限存在，不要再自我欺骗说我没有限制性信念，我已经很相信了，不要去自我欺骗，而是你诚实的去问自己，什么样的好我觉得可以发生在我身上，什么样的好我觉得不该轮到我。还有就是我允许自己有多成功呢？有多被爱呢？有多富有呢？我在允许这些的时候，我能不能够不感到愧疚或者不安或者恐惧呢？第二步，找到你的允许阻滞点，它通常是藏在这些信念里面的。比如说，如果我太好，别人会妒忌、疏远或者攻击我。如果我拥有太多，我会失去某种重要的东西，比如说谦逊、同理心和真实性。如果我太成功，我就不再是我了。好事儿不会持续太久的，所以就不如不要。这些信念它都不是真相，但是它们却生存在你的保护机制里面。第三步，练习微小的允许。你要从小事开始，有人请客，允许自己坦然接受别人的好意，不着急还。有人夸你，你允许自己说谢谢，但不要贬低自己。买一点自己能够承担的比较好的东西，允许自己去享受这些自己的劳动成果，而不内疚。事情顺利，允许自己开心，不去找谴责自己的点。每一次允许呢，都是在扩大你的容器。第四步，重新定义我是谁。允许的本质就是身份认同的升级，不是说我想要成为一个成功的人，而是我允许我自己就是一个值得被善待、被看见、被优先考虑的人。不是向外求证我可以吗，而是向内确认我允许吗？你的人生不是由欲望决定的，而是由你给你自己的许可证决定的。伙伴们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允许自己怎样被善待？你允许自己有多好呢？请在评论区告诉我吧。